一击秒杀全人类，把其余头发都给打回来的神明究竟有多狠？哈喽，我是麒麟。最近一拳重置版万众期待的神明终于登场了，那震撼的画面不禁让我想起了我在2年前曾挖过的一个坑，来自贴吧大佬的一群同人作品《奇遇决战神级外星人》，也可以叫《奇遇大战神明》。虽说是同人作品，但质量却出奇的高，里面对神明的描绘堪称恐怖，什么把地球当瓜切，战斗场面超脱次元，在神明之上，甚至还有操控一切的无上神，降维打击都给使出来了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本期我们将一口气看完《奇遇决战神明》的全部内容。没有人知道，在那遥远的宇宙里，正有某种可怕的生物在靠近地球。邦古的道场里，饿狼正在接受特训，两人都以流水岩碎拳对抗，打的是有来有回的。自从那次事件结束后，饿狼就没有停止过修行。但今天他准备到城里去逛逛，寻找自己的生存之道。看着街上哭泣的小孩，他想起了不久前被那个秃子也当成小孩一样胖揍的场景。刚想到这儿，他就碰到了杰诺斯和奇遇，那个不知道从哪儿跑出来胖揍他的秃子。他的生存之道或许可以从奇遇身上找到。与此同时，在宇宙里，银河系猎霸星上正进行着一场残酷的战斗。猎霸星的战士们向入侵他们星球的怪物发起了最后的进攻。身材火辣的猎霸战士豹女赌上了性命冲了上去，但他很清楚，对于那个怪物来说，等待着他的只有死亡。被随手一击轰飞的豹女看着这枚屠戮的族人们，缓缓合上了眼。同一时间，地球上奇遇家附近，一道能量反应引起了杰诺斯注意，他赶紧带着奇遇赶了过去。饿狼也跟了过来。豹女原来还没死，是身上的一颗他家族世代相传的能穿越空间的时空石救了他一命。没等奇遇几人开口，他便表达了来意，让奇遇几人赶紧做好战斗准备。那个家伙估计就要来了。宇宙中最恐怖的存在——神明。原来在多重宇宙中，每一个宇宙空间都像珠子一样被黑洞产生的传输通道连起来。常理来说，这传输通道是没有生物能通过的，就连辐射和光都会被压碎。但唯独有一种叫神明的生物，超越了自然法则，穿越在各个宇宙空间侵略星球。豹女的星球被侵略，那就意味着整个银河系都将遭到神明的袭击。另外，神明偶尔也会入侵意志力低等目标生物，诱导其成为奴隶。这里指的是曾经的流浪地，没错了。就在此刻，天际线上传来亮光，神明即刻降临。宇宙黑洞里，一道身影正缓缓浮现，随后直奔向地球，眨眼间就落在了地球另一边的无人区里。做着飞行的姿势，路过的整座大山都被平整的切开。另一边，豹女拿出了时空石，准备带着几人直接去找神明。为了不让这颗星球也遭到毁灭，他们一众人出发了。唰的一声，几人落在了无人区上。这里的环境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见神明径直向他们冲了过来。一声巨响，饿狼和豹女被轰飞，只剩下奇遇和杰诺斯。神明的手掌又挥了过来，奇遇一把推开了杰诺斯，随后也被一击砸到了远处的山体上。杰诺斯还在担心奇遇，可下一秒就被神明的手掌所淹没，整片地表都在这一击之下掀飞了起来。躺在一旁的饿狼眼睁睁看着杰诺斯被打得粉碎，而神明下一个目标就是他。但这一次，神明没有急着动手，而是进入了饿狼的精神空间，声称会给饿狼神以下最强的力量。但如今的饿狼被奇遇打败后，已经看透了所谓力量根本不是这一套。蛊惑失败的神明手一挥，但毁灭性的一击被饿狼躲掉，翻腾一圈后站稳了身姿，下一刻就和另一边的豹女同时出手，形成了夹击之势。但神明只是一拳轰在了地面上，一瞬间整片区域都成了粉碎。半空中的饿狼和豹女双双坠地。而这时候，一早被轰飞出去的奇遇并不知道现实的情况，但神情却无比震惊，因为他想起了今天刚买的游戏忘记存档就关机了。怀着沉重的情绪，奇遇看向了远处的神明，脚下一发力，像导弹一般飞向了神明。感受到这股力量，神明抬手就是几道能量波，被奇遇全部躲掉，来到神明的脚下。这饱含愤怒的上勾拳直接将神明打到了半空中。还没完呢，奇遇脚下一发力，随后一跃来到了神明头顶，而此刻的神明脑袋里突然亮起了白光。一道毁灭性的能量炮从脑袋里就射了出去，但迎接他的是奇遇的必杀认真系列，认真殴打。这半空中打出的一拳都在地表掀起了波浪，可见其威力有多恐怖。烟尘散去后，只剩下奇遇的身影。可没想到下一刻，神明也落到地面，看那残缺的脑袋就知道应该是受到的重创。只剩下一个脑袋的杰诺斯和重新站起身的豹女是看傻了眼，这种级别的战斗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。受到创伤的神明显然是被彻底激怒了，咆哮着他可是连黑洞都杀不死的存在，下一刻就爆发出更恐怖的力量，将奇遇狠狠砸进了地里。换个视角就能发现，奇遇差点就被砸到地球核心上了，此刻正处于温度高达3000度的地幔层。不过奇遇只是抱怨着，看来又得花钱买战斗服了。奇遇所展现出来的力量，在神明看来也就那样，毕竟连4维空间都到不了的家伙，怎么可能打倒他呢？在这浩瀚宇宙里，可是存在着比他更恐怖、处于更高维度的神。而对于那些怪物来说，解决低维生物的最好办法便是降维打击。只见神明手里出现了一个不断闪烁波纹的光球，自语道：“他接下来的这一击是降维打击的其中一种方法，能将所有有机物分解到0维空间，一片死寂虚无的地方。”
这招被神明命名为审判日。神明将手中光球高举向天空，一道贯穿天地的光速在地球上空形成了一阵奇异的场景。而与此同时，地球上某咖啡厅里，正在休假的吹雪还在想着该怎样说服奇遇加入他的吹雪组呢？要不先发个短信过去吧。这时正好有短信发来，原来是姐姐龙卷询问他在哪里。在海边度假的龙卷因为超能力感应到有大事要发生，所以在第一时间通知了吹雪。收到回信后，立马就动身准备去找妹妹。可他没想到，抬起的手突然开始解体，然后整个手臂都渐渐消散，再到整个身体都被分解，最终化为了一片光点。不仅是他，此刻的世界各地全都是上升的光点。吹雪一边正拿着手机给奇遇发消息，下一刻也消散在空中，只留下半句未发送出去的信息。地球魔芋牙，一道孤单的身影正喃喃道：“要来取他的命了吗？酒还没喝够呢。”此人正是爆破。这一刻，地球上所有人，包括 S 级英雄们，都在被分解，最终都变成一片光点，朝天穹上飞去。这便是神明所谓的降维打击。还未被分解的豹女傻眼了，但一旁的饿狼脑子还清醒着，现如今只有他俩能阻止神明了。想到这儿，他冲豹女喊道：“别傻站着发呆，不是有那块石头吗？动动脑子去阻止他。”被饿狼这么一提醒，豹女才想起，或许可以利用时空石将神明传送到宇宙深渊去，或许还能借此消灭他。饿狼也从废墟里爬了起来，表示他来做掩护，其他的就交给豹女了。时间紧迫，决定好后，饿狼直冲向神明，跑到一半，突然转为脚下发力，消失在原地，整个人一跃而起，再猛地砸在地面上，将手插在地里，汇聚全身力量，将一整片地表都给举了起来，接着如炮弹般扔向了神明。面对山岳大小的地表炮弹，神明果然中断了施法，用手掌轻松接下了这一击。但饿狼的进攻才刚刚开始，即使碎掉的石块，他火力全开冲了过去，最后一跃而起，施展出他的拿手绝技神杀瞬击。顷刻间，无数的拳印如流光般挥向了神明的脑袋。不远处的豹女将这一幕看在眼里，脚下的步子也开始加快，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了。饿狼一边，神杀拳并没有对神明造成任何伤害，反倒是饿狼发现他此刻竟然动不了了。神明脑子里汇聚出奇异的光亮，显然是要给他致命一击了。这一刻，饿狼并没有坐以待毙，而是在死亡的威胁下运用呼吸法，再配合意志力，千钧一发间躲开了神明毁灭性的一击，射出的巨型光束冲破了云层，飞往了宇宙中。而饿狼借一碎石块调整好方向，脚下一发力，再次冲向了神明脑袋。但保持着跳跃的姿势，他又动不了了。这一次是神明的4维技能时间停止，用手掌将饿狼困在中间，这一次不会让这蝼蚁逃掉了。地表的震动引起了地底深处奇遇的注意，已经浪费太多时间，奇遇决定要回去了，随即便摆好了跳跃姿势。地表上此刻响起了雷鸣声，一道残破不堪的身影缓缓从夜色里出现，饿狼竟然活了下来。神明半蹲在地上观察着饿狼，受了那样的攻击竟然还没倒下，看样子是适应了他的小游戏嘛。但游戏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正当神明准备动手时，头顶上被他忽略已久的豹女冲了过来，手里时空石触碰到神明脑袋，将他吞没在光亮中。而脚下的饿狼也摆动着流水拳的架势，眼里凶光一闪，焦牙神杀拳，拳意如流水般打在神明身上，配合着头顶时空石的力量，终于是将神明拉进了时空间里。但时空这种东西对4维空间的神明来说根本没用。所谓多维空间论，其实是由宇宙中原子的运动律法组成的。举个例子，0维空间是一个点，在这个点旁边再加一个点，用直线连起来，让其拥有长度，便是1维空间。在这基础上再加上另一条直线，也就是宽度，便是2维空间，就像漫画里的纸片人一样。而3维空间，也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界，是在2维空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条直线，深度。在2维的世界里没有深度这一词，所以根本理解不了3维生物。反之，3维生物却能对低维的他们做任何操作。比如在2维空间里的奇遇要从 A 点走到 B 点，只要通过3维生物的帮助，就能直接到达目的地。这种穿越时空的表现，就像宇宙中的黑洞。而在3维空间之上，神明所属的4维空间同样是多了一条直线，时间线。他们能看见3维生物所看不到的时间流动，所以对于神明来说，时空都由他来主宰，那时空石根本就困不住他。他双手一合，豹女发出了惨痛的叫声，直直的坠落而下，在落地前被饿狼一把接住，但他的眼里已经没有了色彩，下一刻就消散在饿狼手中。饿狼咬着牙问神明，为什么要把所有生物都赶尽杀绝？神明歪着头表示，有生存就有死亡，这只是宇宙进化的一个过程，而神就是这过程中的刽子手，是宇宙中与生俱来的灾害，其诞生就是为了杀戮。就在神明和饿狼絮叨的时候，地底下正有一道身影急速而来。毕竟是在地球上，其余的控制好出拳的力道，所以要赶到地表还需要一点时间。但饿狼已经没有时间了，神明举起了拳头，冲他挥下了最后一拳。刺眼的光亮将饿狼淹没，整个地表在这一拳之下就如火山喷发，炸开了一道大口子。可想而知，承受了这一拳的饿狼该是怎样的情形。在那一刻，他的眼前又出现了假面和僵尸男的身影。假面执意要处刑他，其余则劝解道：“只是打架而已，没必要吧。”
还有老头子的身影，对他说着他把力量用错地方了。那一天的画面再次浮现在眼前，饿狼已经明白了他没能接下生命的那一击。这时比利熊也跑了过来，哭着让他不要死。想起曾发生过的一切，饿狼流下了眼泪。天空中突然下起了雨来，比利熊将衣服脱下搭在了饿狼身上，但他支撑了这么久的身躯终于还是倒下了。这一战饿狼已经尽力了。一声巨响在神明身后响起，剩下的就交给奇遇了。没有一句废话，奇遇一跃而起，来到神明的头顶上，摁着神明脑袋就往地上砸。神明整个身子都被摁倒在地上。还没完呢，奇遇用手抓着神明脑袋开始跑了起来，速度越来越快，在地球表面都能看到奇遇跑过的痕迹。停下脚步的那一刻，神明已经被他扔了出去，化作一道流光直冲外太空，直到撞在一颗星球上才停了下来。这个荒芜的星球因为神明的撞击掀起了浓烟，待到烟尘散去后，只见神明的身躯上竟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纹。但下一刻，他便从空气中抽取了无数稀有分子，再通过分解重组后，得到了一身坚不可摧的心灵甲。接着，他扬起了手臂，一幅新系图出现在眼前。利用对时空的操纵，神明得知了现如今所处的位置。看来这一次的对手没那么容易对付。而此刻，地球上的奇遇捡起了时空石，才突然想起豹女去哪儿了，还有基诺斯和饿狼他们呢？怎么打了一架后全都不见了？正想的事儿，头顶上亮起了光芒，远在废墟星球上的神明正手持着有奇遇身影的光球，自语道：“抓住你了！”神明摇晃着光球的同时，在地球上的奇遇也感受到天旋地转，下一秒所处的位置就发生了爆炸，奇遇整个人都不见了踪影。其实奇遇并非消失了，而是在那一刻被某种力量从地球上抽离了。是神明通过创造新能量，形成了贯穿两个星球的时空隧道，将奇遇抓了过来。落在陌生星球上的奇遇刚站稳脚步，就感受到神明从身后扑来，迎着神明从天而降的硕大拳影，奇遇回忆认真必杀系列，认真上勾拳。一瞬间，整个星球都炸裂开，淹没在耀眼的光芒中。同一时间，地球上的杰诺斯还剩下半个身躯。这时，一道模糊的身影向他走了过来，竟然是一个酷炫的机甲战士。胸口的甲片往脸没打开，原来里面坐着的是制造了杰诺斯的库森诺博士。博士告诉杰诺斯，他用 GPS 查看后发现，地球上所有人和动物都消失了。他可能是因为正好在被辐射包围的地下做研究，才活了下来。杰诺斯作为机器人，应该也躲过了一劫。面对地球遭遇的毁灭性灾难，他们根本无计可施。但杰诺斯始终坚信，没有邪恶是奇遇老师赢不了的。回到奇遇一边，被炸成废墟的星球上，奇遇让神明赶紧把底盘交了吧，他还要赶回去泡个澡呢。此刻的神明在那一击之下被轰碎了整个身子，正吸收能量恢复身体。就在奇遇被浓烟遮蔽视线的一刻，神明残破的身躯冲破烟尘冲了出来，硕大的手掌向奇遇狠狠拍了下来。这一击并没有物理上的碰撞，而是将奇遇拉入了一个奇怪的领域，身后流动的是形状各异的方块。还没搞清状况的奇遇突然觉得脑袋上好像多了点东西，光溜溜的身子也凭空多了套熟悉的衣服，时间竟然退回到了数年前。原来在这个四维时空阵里，时间在不断倒退，任何生物最终都会化为原子核，直到彻底死亡。但神明摸了摸脑袋，自语道：“不是应该瞬间灰飞烟灭的吗？为何这家伙还在啊？”只见奇遇呆呆地说道：“你这是在玩俄罗斯方块吗？”曾经和 K 玩过这游戏，起初被折腾的头晕脑胀，最后才领悟到其中的诀窍。想要得到高分的最重要因素便是速度，只有更快的速度才能突破游戏的极限，所以速度才是王道。想到这儿，奇遇便摆起了助跑的姿势。下一秒，身后的方块背景在一道流光下彻底粉碎，认真全速跑，速度快的在原地形成了一个个圆环，将整个空间搅成了一片烂泥。一瞬之间，奇遇超越了光速，突破了时空间，重新归来。看着眼前已经看不出形状的神明，奇遇握紧了拳头，眼神也认真了起来。一瞬间，拳影交织而过，全数落在神明身上。可就算这样，神明仍在呐喊着，只要拳头间稍有一丝间隙，他就能修复。神是不死的。但奇遇根本没在听，喃喃道：“事情该结束了。”没有那么多拳影，这一次只有一拳。所波及的方向，无数颗星球炸成粉碎，而正面吃下这一击的神明早已经消散在空中，连一丝一毫都没留下。奇遇眺望远方，喃喃道：“这个方向应该不是地球那边吧？”处于被一击形成的恐怖场景中，奇遇猛吸了一口气，发现并没有氧气，但好像身体已经适应了宇宙，心想可能是跟平时的无氧运动有关系吧。不过这些都不重要，他拿出了那块时空石，该回地球了。可正准备返程，身后就亮起了奇异的光芒，奇遇似有所感，有什么东西要来了。回头一看，突然皱起了眉头，露出了认真的神情。在那一刻，他究竟看到了什么？其实，在宇宙诞生之初，大约150亿年前，有某种外来力量把反物质注射到出生的宇宙之中，最终造成了宇宙大爆炸。在那场爆炸之后，诞生了星球和星系，宇宙才慢慢变成了如今的模样。不过，在一旁一直观察的那个东西却不满意，决定插手了。
在那个东西的驱使下，拥有自我意识的粒子开始侵蚀肉体，但也因此被限制于维度之中。宇宙生态圈应运而生，肉体都会有极限，就像监牢一般，将所有生物囚禁在生老病死之间。有些个别生物不甘于此，逼迫自己将潜能发挥到极限，为的就是能脱离肉身的枷锁，变得更强。可实际上，在那个东西的眼里，他们都如尘埃一般微不足道。但这一次，驱使那个东西再次干预宇宙的原因，竟然是一个秃子。好了，到这里就是奇遇决战神明的全部内容了。在神明被奇遇消灭后，出现了更高维度的无上神，是凌驾于宇宙万物之上的存在。这种设定，我还是头一次替奇遇感到担忧。这部同人作品最后的更新时间是在2020年，说是有后续，但估计应该是没希望了，毕竟是作者大大兴趣使然的创作。好了，这期视频算是把2年前挖的坑给填了，之后有好的同人作品，麒麟也会找时间制作。所以喜欢本期视频的，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。我是麒麟，那我们下期再见。